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联储在抑制通胀和防止衰退之间进行更大的赌博。美联储刚刚经历了1/4个世纪以来的最大一次加息。周五，美联储表示，它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其降低对灼热通胀的战斗。美联储在其每年2次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中表示，委员会对恢复价格稳定的承诺，这是维持强劲劳动力市场所必须的，这是无条件的。这标志着美联储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声明，确认其承诺继续加息，并以其他方式收紧政策以解决经济的首要问题。该声明没有详细说明无条件的含义。不过，该报告使用无条件一词表明，美联储愿意冒这个风险，以避免他所认为的更糟糕的情况，即通货膨胀失控并施加更具破坏性的长期伤害。周三，美联储将其政策利率区间上调75个基点，从 1.5% 至 1.75%。预测显示，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支持今年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至 3.4%。2023年将更高。市场参与者担心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经济衰退，尽管鲍威尔表示，他仍然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此次加息是在5月份将利率上调半个百分点之后发生的。本周的加息举措是自1994年以来最激进的一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下周在国会作证，向立法者通报美联储对抗40年高通胀的计划，并同时寻求最大的就业率，但这两项工作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美联储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应对通胀的许多因素，以及决定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超出了美联储的控制范围。加拿大又增新福利与你有关吗？本周四，副总理方慧兰概述了联邦政府89亿美元的负担能力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加拿大人因通货膨胀率达到数十年高点时，抵御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这项89亿加币的抗通胀新计划涵盖6个方面：一、为工人提供了17亿加元的新支持，用来提高加拿大工人福利。预计有300万名符合条件的全职最低工资工人将通过他们的纳税申报获得该补贴。每个工人每年可以获得高达1395加元的福利，每个家庭每年可以获得高达2400加元。二、75岁以上老年人的老年保障增加 10%， 预计将使300万老年人获得766加元补助。三、加拿大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平均削减 50%， 到2025至2026年，保育费将降低至平均每天10加元。四、发放一次性住房支付能力支付金，今年向近100万名低收入的加拿大人提供500加元的补助金。五、承诺实施免费牙科医保计划。今年将为年收入低于9万加元的加拿大人提供牙医保险，将从12岁以下的儿童开始实施。六、将每小时15加元的联邦最低工资与通货膨胀挂钩，增加与通货膨胀挂钩的福利，包括养老金计划 OAS、老年低收入补助 GS、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加拿大儿童福利和 GST 抵免额。方慧兰还谈到了财政紧缩，并指出联邦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来度过大流行。她指出，加拿大的债务与 GDP 之比是 G7 同行中最低的，并补充说，加拿大央行和政府都在努力回笼货币和减少财政刺激措施。她还强调了政府通过投资于移民、技能和培训，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以帮助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适用房的计划，来解决工人短缺问题的重要性。联邦政府的计划还包括确保中产阶级家庭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关于加拿大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新一波全球性通胀挑战，减小加拿大家庭的经济痛苦，
并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努力时，方慧兰副总理回应了这些观点，但表示不能保证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中国第3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下水。星期五，中国海军达到了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3艘中国自行设计并建造的003型航空母舰下水。003型的尺寸与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和福特级相当，比其先前下水服役的001号辽宁舰和002号山东舰要先进得多。据新华社报道，除电磁弹射系统外，福建号还配备了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该船将在下水后进行细泊测试和导航测试。这艘被称为福建号的航母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举行了下水仪式。福建也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省。在甲板上，红色的标语写着"提高战斗力，为全面建立世界一流海军而奋斗"。福建号航母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和飞机电磁弹射技术，据信其电磁弹射系统的性能优于美国现役航母福特号。它使中国海军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成为一支真正的全球蓝水海军。随着福建号下水，中国超过英国，是全球拥有第2多的航空母舰的国家。尽管它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目前拥有11艘现役航母。中国的第1艘航母辽宁号是从1980年代首次服役的苏联瓦良格号航母船改建的。而2017年下水的山东号则基于辽宁号的设计，在中国大连造船厂建造。国防情报公司 JANS 的新加坡分析师 Rizwan Rahmat 将新航母描述为中国军工综合体的重要里程碑，这表明中国工程师有能力在本土设计并制造与现代海战相关的全套水面作战舰艇，包括常规级核动力潜艇、护卫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等全系列先进战舰。他说，这种从头开始建造一艘非常复杂的军舰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造船业带来各种衍生产品和利益。福建号航空母舰采用的电磁弹射器系统，这种系统对飞机的压力比老式蒸汽式弹射器发射系统要小。使用电磁弹射器意味着这艘航母将能够弹射更多种类的飞机，包括固定翼、有人和无人飞机，这对于中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投射海军力量是必要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军队问题专家 Colin Koh 说，中国海军可能在和平时期主要使用其航空母舰进行威慑，在作战时则可用于执行高强度的任务。法兰克福汇报称，福建舰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工业实力的一个标志。它配备的电磁弹射装置帮助飞机起降。美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军队的最新报告显示，配备电磁弹射装置意味着中国新航母可以搭载更多的战斗机、预警机，并进行更快的空中作业，从而增加舰载机的航程和效率。而此前的2艘中国航母采用的是滑跃式飞机起降方式。普京宣布单极世界时代结束，发展中心在中国。周五，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抨击西方国家，宣布单极世界时代结束。普京告诉观众，当他们赢得冷战时，美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没有人承担责任，一切只是利益。他们宣称这些利益是神圣的。目前的单极霸权使得世界更不稳定。由于大规模网络攻击，这篇被大肆宣传的演讲被推迟了90多分钟。目前尚不清楚谁是袭击的幕后黑手。黑客组织乌克兰 IT Army 本周在其 Telegram 频道上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列为攻击目标。普京在年会上的讲话是约4个月以来他更实质性的演讲之一，被视为世界深入了解他思想的机会。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还指责西方试图伤害俄罗斯经济，称对莫斯科的制裁是疯狂和鲁莽的。普京说，他们的意图很明显，要通过打破物流链、冻结国家资产和打击生活水平来摧毁俄罗斯经济，但他们并没有成功。
他补充说，他没有成功。俄罗斯商界人士团结起来，勤奋、认真、循序渐进的工作，我们正在使经济形势正常化。在谈到他对乌克兰的战争时，普京声称俄罗斯被迫卷入冲突。他称这是一个拥有无条件权利的主权国家的决定，以捍卫其安全。周五，普京在谈到欧盟时表示，欧盟已经失去了主权。他说，欧盟已经完全失去了主权，其精英们正在跟着别人的曲调跳舞，伤害自己的人民。欧洲人和欧洲企业的真正利益被完全忽视和扫地出门。他补充说，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与北约不同，欧盟不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因此我们一直说，我们在这里的立场是一致的，可以理解的，我们对它没有任何反对。关于与中国的关系，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说，我们的贸易额为1400亿美元，并将继续增加，今年将会更多，它将创历史纪录。不是因为现在的政治局势迫使我们这么做，不是，是因为世界的客观情况这么发展的。我们有意与中国合作，并在合作中受益，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我们有着稳定的信任关系。他说，俄罗斯开始与中国建立关系不是最近的事件，是因为亚洲和中国已经明显地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心。普京补充说，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到并知道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全体大会上的视频讲话时说，俄中合作具有高度抗压性和内部潜力。他说，危机应该被看作是机会的来源，谁克服危险谁将受益。习近平主席呼吁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创建一个将能听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人声音的体系。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